Hello， 大家好。之前在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一般却不缺对象这期下面有一个热评一直在霸榜。他说为什么很多人看起来有对象却没对象？然后我就收到了大量的都希望我来讲一下。好吧，为什么很多人看起来有对象却没对象？我相信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很多人看起来各方面都不差，但偏偏没谈成对象。为什么？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就会很真实因为一个人的优势是否能够在择偶市场上成功转化，取决于这个优势在择偶上是否有利他性。比如说一个人很会打游戏，在游戏里很酷，但是放到择偶市场上在异性眼里那好像也不是很有用打游戏是你爽我又不爽。但是一个人打游戏能赚钱，能养家，甚至能变富裕同样是打游戏厉害，不一样了。而区别就在于在择偶上是否有利他性嘛。当然还有很多。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个好的利他性通常会具备哪些因素。第一，稀缺性。稀缺性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行为上去对一个人好不是一种很强的吸引力，甚至就不构成吸引力。像嘘寒问暖这些，只要愿意学习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很容易被别人替代掉，这就没有稀缺性。再说气质气质一般都需要从小培养，需要一个家庭的熏陶，刻意练习，再经过时间的沉淀，最后镂刻在这个人身上，不容易的。所以气质这个东西它的稀缺性就很高，它不容易被替代。那我这里就多说一个常见的误解我们很多时候会拿自己和异性的价值做对比。比如我的外貌是7分，他是6分，所以他就不能在我面前拽。其实这种对比非常不严谨，因为择偶市场上遵循的是供需关系。换句话说我们要对比的其实是对方身边的异性，也就是我们的同性竞争者。只是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同性竞争者都怎么样我们拿不到信息，所以我们就偷个懒，就直接和对方比了。在有些时候这样偷懒也行，但在复杂一点的情况里就会出现一些不理解他凭什么在我面前拽？他哪点比得上我？没理由但是他身边如果确实有潜在对象，并且比我们要更好，那反过来说他又凭什么不能拽呢？第二点快速的利他，这个往往就是触发吸引力、触发感觉的地方。比如一个人会弹钢琴不管男生女生，给人的感觉很好的，这种很好的感觉就是快速的利他。比如一个人很会拍照一起出去玩，每次都有美美的照片，这类型的技能都可以快速的利他，都是立竿见影的，而且一般都还挺带感，所以他们通常是我们正常语境下触发吸引力、触发感觉的那一部分。但是那我们就直接说第三点了，也就是长期的利他性。很明显像上面这种技能在长期看来它的效用就不那么明显了。长期接地气的生活才是主旋律嘛。拍照很好，但如果结婚之后1年还出去玩不到1次，那长期看拍照的作用就下降很多了。谈，天天谈个破琴，听着都烦了一样的。而长期的利他比较典型的有什么？比如一个好的大家庭，他可以在后面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利用他的资源关系给这个小家庭带来好处，是吧？它的作用通常要把时间拉长才能看得出来。所以一个最好的利他性是什么？其实就是稀缺性加上快速利他加上长期利他。用这套公式我们就可以解释很多所谓的优势在择偶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以及能不能发挥作用我着重强调一点我们接下来的代入希望大家先不要带着自己的喜好去看，麻烦和我先一起跳出来，先从性别层面，从宏观的层面去比较，我们后面会说喜好问题。那么比如最直观的外貌有没有稀缺性？有，帅哥美女总是少的，他能不能快速利他？能，赏心悦目，走出去更有面子，包括都是立竿见影的利他。那外貌是不是一个长期利他？总体上看其实还是偏长期的，是吧？一张帅脸一个缠人的身子，只要不出什么意外是吧？长时间看起来还是舒服的嘛。只是有一点我们都知道外貌的效用会边际递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看久了看腻了。假设在一开始一个人的外貌给我们带来的愉悦感是90分，3年之后
哪怕对方的外貌没有任何的变化，出于审美疲劳，主观上这个愉悦感可能也会降到60%。所以边际递减加上必然会来的衰老吧，外貌满足了3个因素中的2.5个吧。这么看，其实我们很难不承认啊，一个好的外貌在择偶市场上真的还是蛮有用的。但是我们会看到很多男生女生啊，在结婚的时候其实还好吧，也没有那么看脸了啊。那怎么说？对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外貌的效用会边际递减，而结婚这件事的动机，大部分人吧，肯定还是瞄着长期去的，也就是所谓的一个综合考量。所以我们在结婚找对象的时候，通常我们不会只看外貌的，是吧？我觉得也挺残酷的。如果一个人他除了外貌什么都没有，那要和他结婚，就总觉得哪里不对了。其实啊，各位都很聪明，你虽然不一定清晰的想过这些，但是你的大脑其实已经帮你做过这一系列复杂的运算了，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看啊，像是兴趣爱好广泛、有情调、喜欢看书、健身、旅行，这些我们惯性思维里面认为的优势，能不能当成择偶优势？比如，爱旅行吧，我们套入一下公式啊，稀缺吗？不稀缺。有条件的话，谁不爱旅行呢？快速利他有吗？可能还行哈。和一个爱旅行的人去旅行，那肯定还是会好玩一点的。长期利他有吗？可能不大。我们刚才也说了啊，什么家庭啊，不用工作，一年到头天天旅行。所以3分满分的话啊，大致算下来，爱旅行就0到1分之间吧。再来，爱看书，稀缺吗？在我的观察范围内还算是稀缺的。快速利他有吗？总体上好像不大啊。除非我也特别爱看书，而且还要看什么书啦？看契约论也是看李总追妻有点甜也是看，那也不是一个东西啊。长期利他呢？是啊，爱看书可能会对一个人的3观、认知、沟通方式等等很多东西造成影响，但是那太抽象了，抽象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所以还是大致算下来啊，可能0.5分到1分左右吧。说到这里啊，我们就可以解释一个问题，像会做饭、会做家务这种事情为什么遭到了很多女生的反感？因为她们确实提供长期的利他，但她们没有太多稀缺性和快速利他那样来的带感。而你会发现但凡是长期利他的属性，都会比较实在一些，看起来都不很酷吧？好，那我们说最后一个例子，经济实力带入到刚才的公式里，有钱，特别是有一个高水平的现金流，很明显啊，快速长期的利他都有，稀缺吗？很稀缺，所以好想变有钱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条件不错啊，却没对象？今天我就提出了这个思路，给大家参考参考啊，思考思考，会不会是很多我们身上的优势在择偶市场上提供的利他性比较小，所以我们自己包括很多旁人看起来都挺好的，但是这个优势在择偶的转化上效率不一定很高了，以及我们身上会有多少个这样的优势呢？一般来说，优势越多，叠加起来总分还是越高的嘛。当然如果你现在发现，在择偶上你有利他性很强的属性，也欢迎打在弹幕上，我相信可以给其他人提供一个灵感。当然，我也想看看，谢谢你。好，然后我们说一下个人喜好问题，像喜好对位吧，真的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比如性格上的契合，就是说单独把2个人拎出来放到择偶市场上，可能他们的性格都不算好，但是这2个人在一起，偏偏就很对位。对位其实首先就是一种强烈的稀缺性，而且通常来说，它一定可以提供快速利他和长期利他，只是这些仅仅针对那个对位的人而已，换个人可能就不一定了。所以其实我们总说对的人其实就是满足了你的个人喜好，在某个你很看重的方面，它直接飙到满分。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有2个人站在你面前，一个和你对位，但是放在择偶市场上来看可能得分不高，另一个相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是选择喜欢的呢，还是选择合适的呢？怎么选？就是再套入进这个公式里面，去看看谁最后的总分更高嘛。不然呢？所以这套公式还有点小无敌。最后
再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离开一个人之后，回想起来会觉得自己瞎了眼吧？这哪里好啦？我之前怎么就迷了，对吧？当你自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在干嘛？你就是在算分嘛。因为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晕轮效应出来了，你看对方啥都是好的，都是满分3分，不爱了，分就狂掉呗，掉到那个真实的分数上，是吧？所以我们全程这么理性的看下来算分什么的，讽刺的是，最后我们却会得出一个很感性、很浪漫的结论：原来爱是真的可以冲破一切的。